马来西亚现任首相安华和前首相马哈迪到底有什么仇恨呢？为何两人会从师徒、政治父子关系决裂成为死敌呢？马哈迪为何宁愿扶持阿杜拉和纳吉当上马来西亚首相，都不让安华上位呢？安华到底有什么不好呢？或到底哪里得罪了马哈迪呢？安华绝对不是省油的灯，他的睿智，尤其是对伊斯兰知识的渊博，成为当年马哈迪最喜欢亲近的人之一。在马哈迪的回忆录里还写道，马哈迪但凡出国，总会带上安华。就是这样，人们也经常错误地把他们形容为政治父子。根据莫沙自传里透露，在1984年，时任副首相莫沙西旦被疏远后，马哈迪就成立了内阁中的内阁。安华此时已经开始成为马哈迪身边的后人。安华自觉有了老大的称扬后，在1993年的巫统党选中被提名角逐署理主席，准备把当时的副首相加华巴巴拉下马并取而代之。但马哈迪获释后感到不越级不安，乃劝安华不要过快越级而上。但安华表明这已经是骑虎难下，是基层要他上。就在这一年，马哈迪开始对安华步步为营。因为安华崛起太快了，才入党12年就已经成为马来西亚的第2号人物，随时都有可能过我的风头，并取代我马哈迪。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因为亚洲各国的实际生产力不如账面说的那么漂亮，结果导致经济出现了泡沫，结果由泰国放弃固定汇率制而引爆。当然，在此过程中，金融大鳄索罗斯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后进一步波及邻近亚洲国家的货币、股票市场和其他资产，相关资产的价值也因此暴跌。那次风暴中，马来西亚是亚洲恢复最快的国家，只用了2年到99年，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就接近危机前的水平了。这完全归功于时任首相马哈迪的英明领导。当时大马首相马哈迪在痛斥外汇投机者的同时，也拒绝了当时副首相安华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访。I know I am taking a big risk to suggest it, but I am saying that currency trading is unnecessary, unproductive, and totally immoral. 对于 IMF 之类的权威国际组织，马哈迪鸟都不鸟他。Because if they go wrong, you can throw them out. But I cannot throw out this very great man who has a lot of money. You can't even mention his name. 为保护经济和麻痹不受不负责任的对冲基金和外汇炒家的追击，而采取了对货币和马来西亚令吉进行管制。而马哈迪这独树一帜的政策很快见效，经济重新步入稳定增长的轨道。而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哈多除了接受 IMF 开出的药方，也采取了一种技术含量比较低而且很廉价的方式来处理，那就是嫁祸给印尼华人。没错，又再一次地排华。关于这段悲惨的历史，我之前有做过一期视频，专门讲述马来西亚和印尼当年在应对亚洲金融风暴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和印尼苏哈托最后如何在全球华人，包括欧美的海外华人，通过全球同步包围印尼驻外使馆实施抗议，惊动联合国介入，最终迫使苏哈托下台并接受了审判。如果你还没看到的话，请按上面链接去看呗，或等下来频道找也行。1997年，马哈迪告假2个月，并委任安华为代首相。而刚巧这时亚洲吹起了金融风暴，从泰国到马来西亚，再到韩国和香港。其中，马来西亚的货币大贬值，从原本的1美元兑2.5令吉，一跌再跌，跌升1美元兑4.5令吉。而根据马哈迪当时的说法，当年安华作为马来西亚的财政部长，他已经准备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开出的药方，不锁定外汇定价，保留国际地位。因为他支持自由市场原则，他主张承担更大的责任，拒绝提供政府的救助，并制定广泛的削减开支计划。但遭到了时任首相马哈迪的反对，并提出将与世界货币脱钩的建议，只以3.8令吉兑1美元来稳住市场，并主张通过花大钱来刺激经济。最后，马哈迪还成立了一个经济理事会来处理这个危机，而安华并不受邀列席。不过，历史和事实已经证明，马哈迪通过这些手段，成功让大马成为亚洲第一个摆脱金融危机的国家，这也是马哈迪时常津津乐道的一种成就。大家好，我是尼克斯，尼克是一个专注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现在是有订阅了，还有记得打开了小铃铛，我会每周更新。上一期我们谈到了为何纳吉和穆尤丁如此害怕安华呢？还有上一期安华是否是大马华人和印度人的救星呢？如果你都还没有看的话，请按上面链接去看呗，或等下来频道找也行。
在1998年6月巫统代表大会前夕，安华就点出了内务政策的弱点，更放话说，我们有可能会像印尼一样面对人民要求改变的局面，我们必须防范于未然，因为印尼那时正在暴动和排华。而时间来到1998年巫统代表大会上，安华的坚定追随者阿莫扎西就尖锐地挑出了朋党泛滥的课题，而被原本就已经对安华不悦而心生防范的马哈迪看在眼里。可能他此时觉得安华这个派系已经不能再留了，因为安华明显是冲着他来的。马哈迪也曾在1998年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能允许这个人成为马来西亚国家的领导人。Action has to be taken because this man cannot be allowed to become a leader in a country like Malaysia. What is there? I am going to retire. I have already named him as my successor.Why is there a need for him to challenge me? But he did in fact plan to overthrow me by making this accusation, which he has since admitted. Although at that time he was very nice with me, smiling. 时间来到1998年5月，突然在巫统大会上就流传着一本书，名为《安华不能当首相的50个理由》。书中涵盖了对安华诸多的指责，其中包括性行为不检点等。谁干的？你可以自己猜。1998年9月，马哈迪以安华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贪污、基奸丑闻等10项罪名，宣布解除安华副首相兼财政部长的所有职务，更勒令在24小时内搬出官邸。巫统同时也开除了安华署理主席职务和党籍。当然，安华也没有坐以待毙。他通过他所领导的 ABIM 组织，再结合其他伊斯兰宗教团体，于1998年9月20日发动反击，成功号召超过10万人聚集在马来西亚独立广场抗议安华被革职，而被诬陷罪名。警方当天宣布，出席人数约有6万人，而民间估计当时人数已多达10万人。就在活动结束当晚，安华位于白沙楼的住所突然遭到几十名蒙面特警破门而入，逮捕安华并押往乌基阿曼马来西亚警察总部。安华及其主要支持者是在马来西亚内安法令下被逮捕。当时各政党、各民间组织都强烈反对政府动用内安法令来对付异己。9月29日，安华被证实在扣留所内遭到全国警察总长拉辛诺殴打致伤，导致眼部黑青。此事件被称为黑眼圈事件。由于黑眼圈事件已经引起举国关注，更让马哈迪大选中选示了30万张选票。但马哈迪从头到尾都否认他曾指示警方要蒙面、要破门、要殴打安华，更说到这是警方的标准作业程序，与他无关。这个黑眼圈事件的锅不应该由他马哈迪来背，反而声称自己曾有叮嘱警方切勿粗暴抓人。You shut up. You shut up. You shut up. You come from where? I come from the London Observer. Okay. You please arrange him to come to my room. All right. Press conference. You stop. No more from you. Okay, you. In 1999, we called for election. In fact, I called for election in 1999. The situation was very bad. Somebody had a black eye. And people were not very sympathetic to us. There were some people who were quite appreciative. The people without the black eye. The people who were about to go bankrupt. But because we managed to handle the currency crisis, they were relieved from the pressures of bankruptcy. Today somebody else is being jailed, like me, I'm not the Prime Minister. At that time, I was the Prime Minister, and I not only jailed this person, I gave him a black eye. And in the posters that were put up, the black eye is very prominent. I lost 300,000 votes because of that black eye. 而这个黑眼圈也成为烈火莫西运动和日后安华和他妻子成立公正党的标志，也就是一个眼睛。经过审讯，安华最终被判基奸罪成，入狱9年。2个月后，他的贪污罪名也同样成立，被判监6年，与基奸罪行同时执行。所以总结就是，安华会不会因为功高盖主而被拉下马呢？过后因为极力反抗而被送入监狱蹲呢？你认为呢？欢迎在下方留言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交流吧。Selamat Hari Jadi Anwar. 如果你喜欢这部视频的话，欢迎点赞、关注、分享，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我会每周更新。我下期还会继续更新安华和马哈迪的故事哦。如果你想继续收看的话，记得一定要关注哦。
如果你想看马来西亚在安华领导下是否能够建立一个真正属于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这个难度到底有多大呢？欢迎点击上面链接去看，或等下来频道找也行。好，我是尼克斯，尼克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我们下期见，拜拜，记得关注或订阅哦。